当你听到怡保这座城市，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子？是品不见的美食，还是赏不完的美景？让我们来窥探这座山城，细细聆听山间的余音，一览怡保走过的痕迹。走进怡保，寻迹山城。怡保不仅拥有备受滋润的好山好水，连土地也是大自然额外馈赠的宝藏。与锡矿业相比起来，怡保的陶业极为低调。60年代初，来自中国潮汕地区的先辈们在江沙路一带落脚。江沙路位于建打河的支流八里河的岸旁，先辈们受到优良地域的吸引，他们发现这里的白粘土杂质不多，粘性好，适用于制造陶器，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在此投身于陶艺事业。在陶器的制作过程中，包括选泥、粗制棒料、压泥、拉胚和烧制。陶器制成的精髓，当然不仅在于这几个步骤，而是一代代人手艺的传承与经验的累积。其中，火候的掌握是制作過程中最大的考驗。嗰個燒咧就鐘點好耐，慢慢燒，佢哋燒到60個鐘點、70、80咁咯。因為佢慢慢燒，唔可以俾佢過去嘅火度焗咯，焗到佢變佢嘅腰啊，有啲變動咯。陶器最原始的制造是柴烧，柴窑依山而建成龙形，一般长30至80米，因此俗称龙窑。龙窑总共分为3个部分，分为窑头、窑床以及窑尾。一般上，龙窑都会建在容易取材的沿河及郊陵区。而怡保江沙路一带正是符合所需的地理条件，成为当时陶匠们的不二之选。匠人们把制作的热情燃烧成龙窑里的烈火。70至80年代期间是怡保陶业的辉煌时期，全马有80%的陶瓷厂都集中在怡保。怡保江沙路一带更是聚集了逾100间陶瓷工厂与60多座龙窑，他们主力生产陶器、花盆、花缸、醬油缸等。做嗰啲花盤啊，做嗰啲瓦煲啊，做嗰啲常杯啊，以前做常杯啊，咪做好多，做穩定佢啦。第一個我哋可以做出口世界市場。在陶土特性使然下制成的陶器耐寒性强，不易破裂，极为适合4季国家使用。正是因为这点，怡保的陶器在8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，曾经出口到欧美地区的温带國家。叫我哋幫佢合作做呢個花盆。你幫我做一箱去英國咩嘅國家跌多日咁我 OK， 你試下睇啦。響呢個德國荷蘭啡嗰度，佢哋有擺嗰啲展覽啊，擺落去嗰時候咧就好緊要，好生意啊！嗰啲訂單做唔切㗎，每一日曬齊一粒份電腦箱出去外國。90年代末，陶瓷的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。轻巧的纤维粘土因为能够生产较为轻型的器皿，成为了崭新的潮流。虽然怡保已荣获陶都的美誉，但终究抵不过市场需求与劳工短缺的考验。人工缺乏，嗰啲顏色啊，其他嗰啲貨料啦，嗰啲嘢所剝成本好高，好難做咯。以前就好平噶嘛，工錢又平，原料又平，泥又唔使攞，樣樣都平。一年一間廠我揾過100萬閒閒地嘛。依家到93年就全部收檔我唔會做咯。因此，传统的陶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匠人们感叹时代变迁的迅速，却依旧无可奈何。手随泥走，泥随手变。
或许时代对陶业的要求还在改变，但陶业这一门传统手艺的魅力永垂不朽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怡保的陶业在未来能以崭新的姿态走进国人的视线，在世界的舞台继续传承与延烧。我個名叫做陳金平，所以人都叫我做發哥。呢個新接死呢啲就係已經70年嘅歷史啦。OK，得，大哥，好，OK，OK。